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尽情的互动。我们今天晚上呢会互动前10的呢会送出爱奇艺的月卡，然后也可以尽情的向2位老师提问，关于剧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向2位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先欢迎一下王一博老师和王洋老师一起空降直播间。OK。哇，现在很多人了。2位老师要不要先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一博，大家好，我是王洋，在《追风者》中扮演沈图南。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在《追风者》中扮演魏若来。好，欢迎师徒俩，最帅的邻国师徒俩。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观看我们今天的剧情15和16集。上一集应该是演到魏若来被严刑拷打然后沈图南应该非常的心急，大家都想营救魏若来。今天是什么剧情呢？2位老师要不要先剧透一下？可以剧透的，可以吧？大概是什么？那师傅看徒弟为了自己很清楚，对啊，受刑之后也没有引出师傅任何的事情，那这么好的一个徒弟不得救他吗？那魏若来呢？这一集大概会发生什么？那救完之后不就得去疗个伤啊，这个什么我们看到沈竞争已经开始在想办法营救魏若来了。第一次这样边看边聊天。对，我们可以根据剧情，我们可以回来聊这个东西。比如说当时拍摄，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可以直接讲。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李沁很逗。现场的脚音怎么逗呢？魏若来的脚，他有喜感的。我跟一博总在现场会怼他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的行为语言很有趣儿啊。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射杀。我现在要再次提醒一下进入直播间的网友们，可以多多的互动，有什么关于剧情点的需要问我们2位主演的，可以多多提问哈。然后互动前10名的呢，可以获得爱奇艺月卡。好的，我们现在首先呢，请2位简单的聊一聊各自的角色好吗？没有。我先说一下魏若来吧，就是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我是对他那个出场特别有印象，就是他去央行去面试的时候，他有露出自己的一个破洞的袜子，然后还拼命的擦皮鞋，那个小细节特别生动啊，感觉这个人的灵气很快就出来了。请问这个细节是怎么设计的呢？是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首先魏若来这个人物在上海的生活就非常的艰苦，然后他想要去面试央行，又是自己喜欢、想要向往的一个地方，肯定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外人。所以，那他没有别的鞋子，他只能尽量让自己显得很专业。那大家都满意了。果然是艺术是也源于生活啊，感觉这个生活化的小细节加入，就显得这个人物很鲜活。那我还想问一下王洋老师，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看您穿西装的嘛，然后就是好多网友都表示您需要把西装焊在身上。在这个剧里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西装的造型哈，有很多这种儒雅的，有酷帅的，就是这些西装对于剧情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作用呢？细节呢？首先要用这些西装的不同的样式穿上之后，给这个角色一定的一个身份的定位。对，因为他毕竟是中央银行的财政的高级顾问嘛，他不可以穿得太随意，他要有他的气场。对，所以我觉得西装就像是沈图南的战袍一样。还有就是说，要把西装焊在我身上呢，得有一个前提。一博不要同时跟我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面穿西装，否则的话就会相形见绌。没有，2位是穿西装各有各的风格哈。然后一博的是好不容易才有一件好的西装，马上就给打破了。是的。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戏服的话，对于演员来说也是细节的一部分。我还想问的就是，这部戏里面有一个很细节，就爷叔这个角色嘛。爷叔这个角色其实出现的比较少，
但是呢，好像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这两位对爷叔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所谓剧透或者理解的东西吗？接令。爷叔就是在七宝街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低调，但是又会给我一些很好的一个指导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不会提自己的过往。你们是什么烂票？神秘的人物，很好的一个长辈吧。王阳老师呢？好像他是沈图南认识的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关系。这个我们在剧情里边没有特意做过多的展现，其实留的这个神秘的空间，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让观众知道，其实高手在民间啊，有些人活得很超脱之后。其实名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有可能真正厉害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吧。就是深藏功与名，感觉爷叔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扫地僧，是那种灵魂导师的感觉。对他对若来的所有一些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引导，其实即便戏份没有那么多，但却远远大于沈图南。而且爷叔的很多话都很有哲理哈。其实就是他算是追风者里面的那种先生中的先生。那其实沈图南也是魏若来的老师嘛，也算是灵魂导师那种。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魏若来来说，沈图南是怎样的一个老师呢？这个可能先请魏若来回答一下，您心中的沈图南是什么样子？开始我觉得对魏若来来说，图南像是偶像一样，然后是自己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慢慢接触之后，亦师亦友吧，然后就像亲人一样，也像是遇到了自己的伯乐。那也很期待你们后续的一个师生的一个发展。那么对于沈图南来说，又怎么看待魏若来呢？还吹是不是要坑死我们啊？你不是说了5天？对于沈图南来说，魏若来一定让他觉得其实可以感受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他怀揣梦想，对未来有期许，对于家国有他的情谊。那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图南年轻时候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更重要的是，若来他的能力非常强，智商、记忆力、逻辑分析、判断，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到沈图南，来让自己的事业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对于经济上的政策可以更好的往下去延展。这个徒弟其实是他的左膀右臂。所以是从理智和情感上来说，就是魏若来对沈图南来说都非常重要。是。那我其实也看到一个片段嘛，就是当时魏若来被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呢，他对沈图南说：“你们不要对沈图南对沈先生使坏啊！如果说就算你们对沈先生使坏的话，就算我豁出这条命，我也会跟你们同归于尽。”我很想知道，就是沈先生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抛出师徒之间的这层关系，更多的实际上是两个男人的惺惺相惜，是彼此的一些认同跟肯定当一个男人或者君子肯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承载这么多的痛苦，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那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魏若来在狱中就已经教狱友们炒股了，这个画面真的很经典。一博拍的戏吃了很多苦的对，这一段真的很好玩啊！这一段，一博老师这一段就拍这一段狱中戏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什么故事？就那些狱友们还都挺有趣的，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就是排戏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当时我看到说什么他对那个沈竞争说嘛，就是说我很一出来之后就说我好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啊。为什么会首先会想到说会心疼这个衣服和皮鞋呢？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我觉得可能分2方面吧。首先是沈先生送给魏若来的衣服，我觉得是对魏若来说是非常珍惜的一件衣服。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
是那天在案发现场。他来上海这么多年，没有人他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然后又是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送上的衣服，所以我觉得会。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那王阳老师怎么理解呢？就是这个为什么他会首先说那个很心疼衣服和鞋这一段？哪一段？就是他对沈金生说，我首先最很心疼的是我的衣服和鞋这一段，就很有意思。看我找到了什么？其实对于若来来说是一个市井中的一个小人物，对于他能营造的一身体面，对于他这个阶层或者他这个年龄或者他的收入水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刚刚有这么一身衣服，然后而且还是师傅带着他去买的。当然了，这个60大洋不是沈图南付的，但依旧是他是60大洋了。他那时候工资刚15块钱，涨到50。对啊，这一身衣服除了对于沈图南对于在价值方面给予魏若来的肯定之外，更多的是他若来更像是跳出了七宝街的某一个圈层可以很体面的面对自己的工作，少了一些自卑感。他刚刚穿上这么一身衣服就被林乔松给弄成这样，所以他的那种反讽实际上有更多的力量而不简简单单的就是魏若来心疼这套衣服。那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们哈，有没有说就是如果是心疼魏若来的可以扣1，心疼这个衣服的可以扣2？交叉对比，肯定都是2吧，是吧？那不可能吧？那两位老师有没有就是互相就是觉得对方在这个剧中的那个造型有没有比较印象深的那一套啊？就是说互相对对方的西装造型有什么样的评价？我反正看一博穿的第一套那个麻布那个衣服穿了很久好像穿了10集，对吧？对，10集。我说虽然你一直没换衣服，但是这身衣服被你穿出了非常高级的质感，非常像大牌的时装现在因为有些衣服在追求这种有机棉的这种感觉嘛，或者是麻质的，所以他一博穿出了那种随性、那种 chill 的感觉，很厉害。那一博老师来说一说王阳老师的那个服饰。我没什么特点，就是西装嘛。那个面试的那场戏在那个沈东南省公馆，然后在我面试，然后看着王阳老师坐在那个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有大油头，有一种教父的感觉。然后灯光又很黑暗。那一身西服很帅。案子查到是王阳老师的这个整个造型就很像那种教父的那种形象。哎呦，人家这是教父，千万这太汗颜了，这是没法比这个。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一博，你不许再叫我老师，你叫我杨哥好不好？杨哥。现在想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啊，就对这个剧情会有一些辣评。比如说呢，有网友说，魏若来进入央行是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魏若来这个工作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吗？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魏若来老师，对魏若来说当然是了。一个工作，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当然是一个非常心动的 offer。也轮不到你。他会想到之后这么危险吗？预测未来的话，那沈图南老师呢？觉得魏若来的这个岗位是很令人心动的 offer 吗？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能力不济的人来说，这个 offer 其实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只会让自己变得更惨。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很多，但是对于你是强手中的强手。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offer， 一个位置，你可以通过这个位置，可以见识很多，可以长进很快，可以更快的让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能担得起。那沈图南觉得魏若来身上的一些优点呢，是他哪些优点符合这个 offer 的需求？首先是要认同魏若来这个人的品性，就是他的德行是什么样的。
我从沈图南的立场来看，视角来看，魏若来